嘿，欢迎来到少主力的魔丸频道。藏丸阁的应龙卫，没想到最先出完的竟然是这一套 Q 版化的。之前的传说级遥遥无期，英雄级的速度慢慢赶了上来，里边还会带一套小的特点，但是还差这么一款棘龙。而现在藏丸阁新出了一套这样的，相当于是名盒吧，打包一箱，里边一共6款就全有了。前几个小家伙我们在英雄级带的那几个特点里边都玩到过了，主要来看一下这一回的这个新的棘龙模具。样子看起来也是挺可爱的，脑袋这个地方也做了那种头冠的处理，很像古罗马时代的那种铠甲头盔。带了一把大剑，也是它的尾巴。我们把这个先摘下来。袋子里边全部都是拼装的零件，装上的过程还是比较简单的，而且零件上面都上了这些预涂装。我们来变形一下。首先，脑袋旋转180度，稍微翘起来一些空间。背包的部分是棘龙的大头，从这里打开2个扣子，接着根部的球形关节旋转180度，把人的头装进去，刚好这里的凹槽定好位置。小臂后方有一块盖板，打开，把拳头旋转到里边扣上，小臂旋转180度，接着再对折过来。手腕侧面这里的扣子对应背包这里的凹槽，结合锁上。肩膀上边的2个小胳膊放过来，小前肢，腰部旋转180度，再从膝盖的位置拧过来，武器顺着屁股插进去，嘴巴张开，这个很抽象的小棘龙就变形完成了。背后有2个标志性的背帆，但身体看起来就有一种大头儿子的感觉。好，我们把这6个小家伙都变成了龙形，放一起看一下吧。其实这6个小家伙变形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简单高效的过程，之前咱们也都介绍过了。这里主要是看一下配色的效果，这就是说起来这回最大的问题。如果说是之前特点版带的统一下来的灰色版本会让人带入变形金刚这边的机器恐龙，感觉颜色问题不大。但是这一回作为名盒的单独发售，就太鲜艳了，这个颜色。其实可以看到每一只龙形，从大脑袋到这种萌萌的体型，做的都挺可爱的，但主要可能为了迎合低幼市场吧，所以把颜色的对比度做的特别的强烈啊。配色方面估计是大家诟病最多的地方，但你翻回来再想一想，可以把它理解为G2的配色嘛，对吧？除了这6只龙，这一回拆出的零件里还有一个可以组装出来的小蜘蛛，也是它合体的2只手。我们需要变形的时候把它这里拆开，然后上下分离，这2个大拇指也是插在一起的，拔开。也是因为2个手在组合的时候连接的部件不同，所以有了前后的区分。我们把这些都掰开。另外的一个也是把4指并拢过来，这一块板子是最后扣手臂的，大拇指摆到正确的角度上。还有4个单独的支架，变形一下，上边的这块支架头180度收进去，然后再折叠收纳到脚心里面，这2个脚趾头折叠收好。现在就可以前后的2个脚掌先插扣结合在一起，再用这一条锁一下，这里边还有一个锁点上方这里的棍子再翻折叠放下来，插到脚心，就变成了合体的大脚板。新的棘龙组合的是裆部位置，把大宝剑摘下来，胳膊解锁开扣子，先把这里放平，腾出来。胯部这里有一个90度的折叠关节，把胯部扩宽，脚丫子打开，旋转180度，反着扣回来。这里的锁扣跟腿后边这里进行插合固定，这样子锁住了以后，单体的膝盖关节这里就不会乱动了。腰部旋转一下，拧到这边来，头部打开，嘴巴闭上，脑袋顺着球形关节旋转180度，接着2个腮帮子我们打开插扣，根部这里有插合的点，顺着这里边的球形关节转平，再把下方翻起一片小的裙甲，
双关节扣回来，跟这里的扣子结合，锁上。旋转一下胳膊，转到外侧来，手腕前方和肩膀这里有一个小扣子，给这儿插上。然后这个背翻放下来，变成了它的侧裙甲。脑袋我们就旋转一下，放到屁股后面，从这里边翻起合体的连接扣点，主体的霸王龙尾巴摘掉，脑袋拉起来，换一个方向，旋转180度背到背上，手臂这里打开扣子，旋转一下，反扣到这一侧，接着腰这里有一个扣子。顺着侧面这里锁住它，打开这块胸板，掏出来合体的大头组件，顺着这两块有2个凹槽，给它滑进去。我们再把这条腿往上折叠，锁进胸口里边的插孔。这条腿先不要扣合，我们打出来，让出来左右结合的这个插扣空间，把下半个身体的棘龙这里的滑槽推进去，再把胯部反着转个180度，哎，这里就扩宽了。膝盖折上来，锁住，这样我们就合并好了主体的部分。我们接着来变腿部的2个小家伙，这里掰开，先把武器拔下来，腿部合上，脑袋旋转一圈，叠放在这里面，脖子往下放，这里边有卡扣的地方，给它插上，2个手臂就这样团起来就行了。裙甲打开，腿部往内收。然后再旋转折叠放上来，脚后跟这里有一个插孔啊，对应裙甲内侧这里固定，给它扣上。插好以后，我们就可以拿出一只脚，给它锁上去。另外的一条腿是这个小剑龙，也是武器拔下来，头给它折叠一下，旋转塞到这儿。同样把裙甲撩开，腿部拆开扣子，叠放收纳。下边脚底跟裙甲插扣结合，上肢这里折叠放下来，拿出另一只脚滑扣插进去，安装腿部，腕龙插在这儿，剑龙是这条腿，滑扣锁进去。小三角龙的变形，背后这里的合体桩子立起来，尾巴拔下来，双腿中间有一个扣子，我们拿出这条手臂，把这里的2个扣点夹合锁上。上方这里又有一个梯形的滑槽，跟裤裆这里扣合。前肢我们就叠放一下，把这个爪子往后旋转，就叠成这样就可以了。脑袋这里旋转180度，人头和龙头里边有一个插扣的地方解锁，再把脑袋旋转到外侧来，放在肩膀上。翼龙2个翅膀给它拔掉，背后这里武器3处插扣解锁。卸下来，脑袋立上来，脖子双段关节给它压进去，背后这里的合体插扣拉出来，腿部跟三角龙一样对折一下，前肢放过来，旋转背到上方，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卡扣啊，就是摆过来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脖子太靠上呢，打开胸甲，拆开这一块的扣子 ，Z 字折叠，把这个鸟头再缩回去。好，膝盖这里和手结合，通过这个盖子里边有挂钩的锁扣，滑槽给它插进去。前方这里有一个凸起的锁子，跟里边进行扣合。好，完全扣住是这个样子。我们把腰部拧过来，手转正，通过肩膀的这2个滑槽给它扣进去。腿上的2个小孔插进翅膀，锁住。最后把武器组合一下：翼龙的枪，三角龙的尾巴插在这儿，霸王龙的大刀从这儿扣进去，棘龙的尾巴根部的插孔，前方这里的缺口对应锁上，上边扣腕龙的武器，最下边这里把剑龙的尾巴插上。哎，
就变成了一把组合的大刀。造型看起来其实还是挺可爱的，除了这身花里胡哨的配色，其实想象一下，如果是那一套原色的版本，颜色统一下来，应该会更好看吧？模具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个你就可以理解为 G2的恐龙配色嘛。其实它身上的玩点还是挺丰富的，组合的大剑，2个手可以组合成小蜘蛛，2个脚丫子也可以拆分成4个支架，作为恐龙的一个停放，合体完成到头顶最高处26公分左右。其实尺寸竟然也不小，毕竟是6个组合起来的。可爱的体型配上这张凶残的脸，就会有一种奶凶的感觉。虽然当你拆出来全是零件，需要自己拼装，不过这个过程并不会很复杂，而且它的3形态变形了、合体这些方式都是非常简单的。所以总的来说，除了颜色之外，其他方面的素质还是不错的。确实这个颜色搭配的太过鲜艳，可能也是无法被所有的玩家接受啊。但是当我拿出了这个玩意儿的时候，我瞬间有点释然了。你把它2个胳膊左右调换一下，哎，是不是跟战神金刚的颜色布局几乎差不多？我估计当时推出这一款配色的时候，应该是有参照战神金刚吧，再加上属于那种半拼装版吧，性价比方面也是可以的。还有这些丰富的配件互动玩法，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次藏玩阁的 Q 版应龙卫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